上好，现在是在万隆，已经是早上的6点多。这么早起身去哪里呢？去爬山。然后我的左手边就是山区。骑一个5公里的摩托，会到达一座山。今天看那个太阳，天气应该是好吧，没有什么黑云。现在要出发。今天蛮冷的，早上我看那个天气，它显示现在是21度，早上的6点多。昨晚呢，我问那个租那个摩托的，他们说大概就是6点多开门。现在我朝着那个摩托店去，看是不是能够租一辆摩托。如果是还没开门的话，就什么地方去不了。我租了一辆摩托，那个太阳已经出来了，后面算迟了。然后我前面就是那个山区，我要往这山区去。然后那个热气球，哇，很早就已经开始上升了。那个看那个热气球，现在我要准备往山那里去。这个就是今天租的一辆摩托，大概是8万这里的本币，12个小时，应该今天算迟了。应该要早多一天去爬，太阳还没有出来的时候。现在准备出发去爬山。万荣，它是位于万象和朗勃拉邦2个主要城市之间，有着山清水秀、民风淳朴，所以才称为小桂林。当时我租了一辆摩托，向着山区游走，一路上都可以看见很多背包客骑着脚踏车悠哉地行驶着。在日出的底下，我仿佛来到了一个非常能够让人平静下来的一个自然乡区。左右两旁不时会出现稻米田，一群一群的牛只在草原上悠哉地吃着草，真的是美景，值得我从马来西亚老远坐着火车过来。现在是要开始爬山，太阳已经升起来了。我的摩托是爬下面那里，现在要爬上去啊！我也不知道它的路是哪一条。这个山好像不会很高呀，它大概是1000米就上到来。它主要是要看那个稻田吧，我觉得，因为这里我刚才经过那个一个地方，它好像是那个热气球的那个叫做什么 landing 就是下降的地方。现在我还有离那个山顶大概500米，那个告示牌是那里写500米就到的那个山顶了。虽然这里是看似不高，但是这里是非常的斜，它没有一条平坦的路，它是只是往上去，就是爬上去。看下面，我是从下面那里爬上来的，这里再往上面去。现在已经上到来
还有250米，250米，这里有一个小庭院，这里刻满了很多那个游客的名字。这是一个小庭院，这里可以看到，哇，今天的天气很美啊，非常的漂亮。这个就是老挝万荣的山区，这个太阳在那里，下面全部都是稻米田，这里全部都是山景，看到吗？一颗一颗山景。我是爬其中一个山，还有250米才上到那个山去。如果谁有在这个万荣那里停留的话，应该可以停留好几天吧。如果是你又是一个爬山的爱好者，这座山呢，它不算难爬，大概是有1000米，大概1000米，只是它比较斜，它没有平坦的路给你这样子走，它只有一直爬上来这里，直到现在250米，有一个凉亭在这里给你们休息。这里的太阳啊，是非常的早出来。我6点起身，早上6点起身，太阳已经开始有一些微光了。大概如果是要上山，在这里看那个日出的话，建议5点半要上到来这里，5点半开始在这个凉亭这里等，或者是上到那个山顶上面去看那个日出。现在看，现在是7点多，太阳已经升上来了，在那里了，但是还是很美，这个景色。所以有一些人在这里说是小桂林，真的很不错这个地方。哇，这个景色更漂亮。虽然它是看不到那个日出，现在我是在山的另外一端，这里可以看到云海。这里的云海是虽然是不多云，但是它的那个雾水是飘的，就飘在那个稻田上，是另外一种那个风景。你们可以看到吗？太阳是在那里，然后下面这些全部，这些应该不是云吧，是雾水吧？这些雾水，你看它飘出来，从那个山的那个湾那里飘出来，这里下面全部都是稻米田，还有一些住宅。哇，如果是在这里露营的话，早上可以看到这样的东西，但是前提是要天空是没有乌云的。今天的那个天气是非常的漂亮，非常的漂亮。今天我在老挝这里已经3天了，今天是第3天。第3天前面那2天呢都是黑乌的那个，全部都是黑云。然后今天的天气一下子变了，超好的。现在是在这一端走出来，就是这个风景。刚才我是从那里下来的，现在要往山顶那里去，看看山顶是不是更漂亮。这个已经是很漂亮了。还有这里的消费它不高，它在东南亚里面，这里租的酒店应该是算很便宜的了，在老挝这里。然后还有它吃的东西，在这个东南亚里面也是算便宜的。这里吃饭的东西，现在我往着那个山顶去，还有大概100多米，150米就到了。现在离山顶还有100米这样，它后面的路全部都是那个石头，因为接近那个山顶嘛，全部都是这些很尖锐的石头，所以爬这个最后的那一端要小心一些。
它有时会割脚，尤其是下雨的时候，那个石头会比较滑。你看这些，它的石头是很利的，这些如果是割到脚就流血了。上面你看，这全部都是利的，差不多要登顶了。前面还有一个10米、20米这样，就到了那个最顶。前面有一个凉亭，这里超美的这个风景。这里还有一个不懂什么，它的空气指数吧 ，Air 445。这个全部高山，还有这些很尖利的石头。前面就是那个凉亭。现在我要到最后的那个点了，下面全部都是那个雾水。再一次介绍，这里是老挝，辽国，它的地方区域呢是在万隆。外国人，他们说这个是一个小桂林，其实也可以这么说。这里真是那个自然风景是非常多，然后还有漂亮。现在我已经上到来这个山了。这个山是其中一个打卡的点，来我展示一下。它每一个山头，你看每一个山头它都有一个停留站。我现在在这里的呢是其中一个，前面有一个，还有一个更高的，那个不懂应该是要爬2个小时吧，那个远的，那个停留站更大，它是一个桥这样，好像有一个楼台的那里。还有，如果是谁有能力上到这座山的话，它的那个风景会更漂亮。这个山顶上应该是也有一个停留站，我看每一个山头都有一个停留站。如果是谁是爬山，这专业人士请可以爬对面的，对面的那座山是更高啊，更加高啊。然后这里它有一个看。我不懂谁拿上来的这个摩托，这么高的一座山，它可以搬上来。这个虽然是很有历史的这个，然后这里有很多那个叫做什么小苍蝇。看它的风景，是非常的漂亮。它的太阳，它四面八方这里全部都是打卡的地方，都是拍照的地方。看，现在我带你们去看它的云海，这个叫云海吗？也不能叫云海，这个叫雾水。这个不是云，它是早上的雾飘出来的。刚才更多，现在已经散开来了。下面全部都是那个叫什么稻米田。还有下面的那些住宅，都是一个风景。这里他没有收那个入场费，他只收那个叫做停车费，好像是他也可以算是入场费吧。如果是那个步行的，他还是也是要收20钱。KIP 就是这里的钱，20钱，2万块本币上这个山。这里上山需要注意的就是这些石头，它非常的锋利这些小石头。在这里待1个小时，然后就下山去。我看到附近那里，我找到一个叫做他们的那个 hot balloon landing 的地方，就是热气球下降的那个地方，它那里好像有些。现在1个小时后见。终于下到山了，它下山是很容易，这里的山脚下是特别的漂亮，
然后这里呢，它是有一个这样子的，这个就是入口，因为它要收费嘛，就做一个围栏。这个就是今天我爬的山，它的外观也是很漂亮的。下面有一个水牛场，下面我带你们去看一个水牛场。这个就是它的靠的要收20千。我问了这里的那个看守这个地方的人，他也是这里的主人吧？我觉得刚才我问他那个摩托谁搬上去的，他说是他。我说怎么搬上去的？我还以为他整辆摩托就是放在这里，然后搬上去，不是，它是分开来，就是分好几个 part，拆掉那个摩托的那个轮胎，就搬那个轮胎上去，然后那个壳一个这样子零部件搬上去，然后上面才组装。然后现在呢，我是在它的那个园区那里，在山下面，它有一个公园区，算是公园区吧。这里全部都是那个水牛，看，我不知道会不会撞人啊？这个上面还有几个水牛，他们很喜欢养那个水牛。黄牛还有黄牛这几只黄牛，里面呢全部都是水牛，水牛，这些。那黄牛来了，打招呼，还以为有东西吃呢。你看，这个黄牛，咦，哇！这个是非常亲人的，他们非常亲人的。全部走过来了，还以为有东西吃呢。哎呦，没有东西吃呢，没有给他们东西吃就走了。还有那个水牛大哥又来了，这水牛大哥，比较凶，要打架了。没有东西给他们吃呢，然后就很凶呢，要走了。现在我要去那个热气球那里打卡拍照，靠近不了，大概坐摩托5分钟就到。